如果没有周星驰，一定就没有哪吒2的成功。当哪吒2狂揽130亿登顶影史，有个名字始终在热搜榜上挥之不去，他就是香港巨星周星驰。这部电影成功的背后藏着的不是特效，是周星驰用20年埋下的电影密码，也是一场星爷和饺子跨越20载的薪火相传。难怪周星驰深夜会狂刷10遍哪吒2，原来这部爆款电影居然是故人之。先说好，不准打脸。首先是太乙真人的出场，无论是走姿还是神态，马上就让人想到了唐伯虎点秋香中4大才子的经典出法，2个守护兽打架的名场面。去死！打你！你人！太乙真人那句贱贱的台词：“你打我噻！你打我噻！”瞬间让人想起了九品芝麻官中的方唐镜。我又跳出来了，我又带回去了。怎么样？我又跳出来了，打我啊，笨蛋！鱼叉击中太乙真人肩膀的片段，致敬了功夫里星爷的回旋镖。妖怪，放开那女孩！这句台词致敬了功夫和破坏之王。放开那女孩！放了那个女孩。陈塘关的百姓不理解哪吒，只有小女孩愿意和他踢毽子，就像功夫里阿星从小被人欺负，只有那个小女孩给他送来棒棒糖一样。哪吒收土拨鼠的台词也是周星驰公司的。还踢球。而太乙真人在《山河设计图》里看的卷轴，名叫神仙的自我修养，致敬喜剧之王中星爷看的演员的自我修养。敖丙用太极化解毽子冲击力的设计，也是致敬了少林足球里阿梅接球的桥段，太乙的那句不想加上我，顶不顶得住？同样是致敬少林足球里的三师兄，不知道我顶不顶得住。太乙真人想不起密码，现场众人的搞笑反应，想不起密码了。这把星爷电影里的无厘头表现得淋漓尽致。对不起，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仔细一对比，可以发现电影中其实到处都是星爷电影的影子。原以为再也没有人能继承周星驰的风格，但是哪吒做到了，就连配角的一次次动作都是在向周星驰电影里无厘头风格的致敬。如果你以为这是简单的抄袭，那就错怪饺子导演了。我呢本身就是非常喜欢周星驰的电影，所以现在我创作的这部电影当中很多趣味性的东西，我也是受到了他们的启发。就连周星驰也 cos 哪吒造型，连发了10遍我要看哪吒2，这何尝不是一种双向奔赴呢？可以说没有周星驰就没有导演饺子，更没有百亿补贴的哪吒2。可除了借鉴星爷的无厘头风格，导演饺子还在电影中藏了许多知识点，让我们走出电影院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学霸。首先是历史知识，哪吒和太乙离开陈塘关时，殷夫人告别的站到边上是柳树，折柳送别叛军归，这是古代人对远行亲友的留恋和祝福。当师徒2人来到昆仑山玉虚宫时，宫殿上的玉碎了，变成凤凰，碎玉般的鸣叫声，漫天花瓣洋洋洒洒，成了诗鬼李贺的那句昆山玉碎凤凰叫，芙蓉泣露香兰笑。有人说哪吒的母亲之所以叫殷夫人，是因为她的母家强大，而且是纣王近亲，所以不用冠夫姓。其实这种说法是错的，中国古代女性从不用冠夫姓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历朝历代的女性，汉皇后窦氏、唐皇后长孙氏、昭皇后张氏，《红楼梦》里贾家女眷也都是用本姓。冠夫姓是近代受到西方文化影响，被当作潮流隐姓，所以影视剧中的冠夫姓才是捏造。接着是考古知识，结节兽造型原型是3星堆青铜面具，电影将其圆眼缩小，线条柔化，使其从充满神秘祭祀感的文物变成了呆萌守卫。而敖光那把改了200多版的刀，原型是商朝龙纹刀，吞口则是关公的青龙偃月刀。天元鼎的原型是商朝的龙纹扁足鼎，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王权。想象一下天元鼎压哪吒，那种自上而下的压力是一种权力，所以哪吒反抗的是什么呢？然后是地理知识，在别的动画版本，太乙真人都是仙风道骨的老者，可在哪吒2中，他却是个操着一口流利四川话的活宝。因为导演在查证后得知，太乙真人是四川江油人，道场在乾元山金光洞，还有一口宁夏方言的土拨鼠。因为我国土拨鼠还真就分布在甘肃和青海地区。陈塘关传说除了在四川，就是在天津。哪吒闹东海正是渤海海域，所以总结哪吒闹海是在天津，然后是在四川考公上岸。接着是电影中的物理常识，哪吒敖丙为什么联手才能冲破天元鼎？因为水加火等于蒸汽，也就是高压锅原理。哪吒用藕粉重塑肉身时，有人说藕粉不是非牛顿流体嘛？这种流体在受到外力时，会表现出遇强则强，遇弱则弱。所以哪吒在对抗穿心咒时，通过放松身子，然后突然用力才成功突破束缚，并且因为是藕做的身体，在冲破穿心咒的时候没有骨头架子，千万根冰针组成的是一个人体血管解剖图。后来哪吒又靠3昧真火补全身体，这不就是藕粉冲的时候热水温度不够，然后拿微波炉叮了一下吗？还有哪吒错把仙界的甘露水缸当厕所，别人都难以下咽，只有无量仙翁喝下去觉得很醇厚，因为无量
象仙翁本就是树精化身，尿中含有尿素，尿素是一种速效氮肥，是植物生长的关键营养元素之一。直到现在才明白，哪吒2的成功不仅是靠炫目的特效与跌宕的剧情，更是因为沉浮在这每一帧画面，这都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文化底蕴。没点文化常识，还真是抛媚眼给瞎子看。就像哪吒的哥哥叫金吒木吒，为什么哪吒怎么不叫水吒、火吒呢？这是去年中考的一道真题。其实哪吒这个名字源于古印度的神话，哪字在一些解释中含有挪的意思，有驱邪消灾之意。